蝼蚁只配人人宰割。我们腾讯娱乐就是这么的称赞于我，我就是有点害怕。此时此刻，燕子京用她这个43号大脚踩住了端午的右臂，就会有人说：“哎，你对女主怎么这么凶啊？就是没有爱了，下头啊。”平时会经常画饼吗？我厨师嘛，就是烙饼这个还是可以的啊。腾讯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宇宁，在《珠帘玉幕》里饰演燕子京。用燕子京的身份语气来自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物。这是什么人设音？是什么声音呢？在下是一个拥有很多财富的一个珠宝商人，随行的同事也很多。那这一路呢也很艰辛，但我的终极目的是要报家仇。他有洁癖、阴谋家、复仇者，不喜欢吃甜食、爱哭这些特质。你跟他的契合点有哪3个？爱干净，什么爱吃甜食，还有什么一个什么？还有呢？复仇和阴谋应该不至于吧？那可未必哦，没有，当然没有了。爱吃甜食，这个还真没有，我不太爱吃甜的。爱哭可能，当然我说我不爱哭，朋友们也不太相信。我录一个综艺哭一个。不行，我不行，我缓一下。泪崩了啊！来，没有，我没有，我太丢人了。我每次录节目都想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录个厨师综艺去做菜的，我哭了。但是不是因为被菜感动哭了，是因为当时那个选手要淘汰了，我就觉得小孩不容易啊，因为我可能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比较共情。就我们的师傅那个节目也老哭，我的妈呀，也不知道为啥了，这么大小伙。爱干净，我还行，就是很注意个人卫生的嘛，就正常吧。我觉得没有到一个说像那种很极致的说有洁癖这种的，没到。意志坚强吧，就是想要什么都就会努力去得到。我们之前看到这个票，妈妈觉得你的这次台词是更酥的，大家都夸是酥神。体感，人生从来就没有回头路。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心无杂念，自然无人能及。有压迫感满满嘛，就是自己在这次在练台词的过程中，就是能具体展开说说吗？还是有一点小小设计了，但是我不敢说对或错啊，因为他是一个其实是心里很能装事儿的一个人，且所有的事儿运筹帷幄，所以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要透露一种自信，但又不能就是那种浮夸的那种过于的那种浮的那种状态，所以他说话的语速要相对慢一些，要稍微的沉一点，他所有的东西都心中有数，所以我会在特定的场次把他的语速放慢。子宫其实这次也进步非常的大嘛，背后大概做了哪些努力呢？我真不敢这么自己夸自己，我台词一般，不太行，我台词真的一般啊。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当中，然后呢，我就好好加油，就是多去听听台词好的演员的原声台词，然后包括他们在处理不同角色的时候不同的区分。然后包括我会听很多这个配音老师的这种他们的配音，去找他们的发音位置，然后和不同的角色的处理方式。就戏里的一些经典，可以对我们镜头还原一下。蝼蚁只配人人宰割。刚刚你在打招呼的时候不小心夹字音了，现在夹字音能够夹到几岁呀？蝼蚁只配人人宰割。我们再来说说眼神戏嘛，你一直都很擅长眼神拉丝。我怎么觉得我们腾讯娱乐就是这么的称赞于我，我就是有点害怕。谢谢你们认可啊！这次就是燕子京的这个眼神是更霸气了嘛，很多网友夸是好觉的宿命感。我上次就说过，我说我眼睛这么小，竟然还能看到我的眼神，你们一定是很用心、很专注在看我们这部剧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用心来看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处理方式嘛。打个比方，我们房间1、2、3、4、5个人，6、7、8、9个人，如果你喜欢这个人，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就会一直在他身上。他说完一句话，你要第一反应要看这个人的反应。对，它其实都是一个细节上的东西，都是细节，尤其眼神儿，而不是说就是这种一抬眼，然后一看这儿，捕捉这个人物的细节，你就能感觉他俩好像有情感在里面。因为当时我也看了很多这种心理上的分析啊，比如说我们一桌人在吃饭，然后有一个人讲了一个笑话，然后呢大家都在笑的时候，这个男孩第一反应看向的那个女孩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都会融入到我的角色当中去。会去学一些心理学的知识，然后来提升自己的一些表演。是的，你要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状态嘛，不是说演一个爱你润物细无声的一个感觉。眼神里带爱是比较容易专注的看某个人，那眼神里带恨呢？就是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就不看他，第二呢，我看你，我就告诉你，我今天我就是要弄死你，而且其实心里是在骂你的那种，就会恨嘛，潜台词的，然后大家夸你这次 A 出天际嘛，演这样的复
仇爽文自己会被爽到吗？整个流程不是很爽，我的这个仇其实挺难报的，它不像那种就是很极致、很爽啊，遇到的困难咵就很痛快就解决了。这个敌人很强大，所以也是一步一步牺牲自己的一些很多东西，无论是亲情啊、爱情啊，还有这种所谓的仇恨啊这种的东西都很极致，所以在演这样的情节的时候，其实还挺消耗精力的。其实是自己在自虐的过程。我真的是太虐了，我就虐到自己。现在看到有新词叫蛇系爽文，然后还有人说这个角色是美强惨霸总。蛇系爽文是什么意思？就是那种有点阴冷啊，有点爽，但是有那种复仇感啊，惊叹伯爵啊那种。好像也是有这样的情节的。他最狠的一面，我觉得就是我很佩服他，就是他能够，虽然他看起来是一个很狠的人，但是他是对自己狠。他如此之爱一个人，但是为了对方，他能放下自己的私欲去成全对方。我也很少有人能做到成全这件事儿。那你认同了他这个性格和处理方法吗？我是认可的，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讨论说，这个结局，燕子京这个人吧，他是从开局就是深中剧毒，他就想要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完成他的意志，他想完成的事儿。所以呢，我在想，那当我这一切都结束之后，燕子京要做什么吗？是要留在端午身边默默的死去吗？对于燕子京来说，我觉得太悲凉了，我不太希望是这种结局。如果我是燕子京的话，我一定会让他过得幸福，我会默默的走掉，我会离开他身边，让他忘了我。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啊，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多家里养的小狗在要去世的时候，它都会离家，就它不会死在家人身边。如果我是燕子京的话，我到了我人生终点的那一刻，我不希望它看着我非常憔悴、非常惨的那一面，让他独自一个人痛苦留在这个世上，我是不想的。燕子京到最后要不要走，当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但具体是什么样呈现，到时候我们看剧就知道答案了啊。在就是看剧本的时候，你自己比如说带入到他，你会想哭？一定会的。我很开心的就是燕子京这个角色，我遇到他之后，我很能明白他在想什么，就是会让我很有感触。因为他狠的部分，你会担心狠带给观众不好的体验吗？都希望观众喜爱嘛，喜爱这个演员或者他演的角色嘛，所以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情节，觉得好像会损失一些，就像你说的，小朋友看到我就觉得，我就讨厌这个燕子京叔叔了，因为他太凶了，他太讨厌了，他怎么那么狠，他怎么欺负端午？作为演员来说，就会被这些东西所干扰。此时此刻，燕子京用他这个43号大脚踩住了端午的右臂，那这种情节，那你就要考虑要不要演了。如果你演的话，就会有人说，哎，你对女主怎么这么凶啊？你对女主怎么伤害啊？就是没有爱了，下头啊！小朋友就看到就会说，哎，我这么残忍，所以你要面临这个抉择。但是我最终告诉自己，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演员，我要诠释的是剧中的角色，剧中人的角色和他的正常这个角色他的性格做出来的事儿，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可能会先放一放啊。当然就是还是要尊重剧本，尊重角色，尊重导演，完成一个大家的集体作品。他不张嘴的哪一刻，你会特别想冲进屏幕敲开他的嘴？我第一遍看剧本的时候，男女主会产生误会嘛，我就想说，这有啥不能说的呀？这有啥不能说的？他很聪明，他又不是傻子，你跟他说，他一定能理解的。那我就要去尝试去理解他为什么不说呢？算是理解了吧。他从小的性格就是有很强大的一个意志力去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只要我认定这件事儿了，我就会把它做到底。或者是能够去哪怕自虐也好。这部戏还挺虐心的，有计算过在戏里哭过多少次吗？真的哭的最多的一部戏，哭的最惨的，嚎啕大哭，不顾五官形象。今天看到那个我们那个官方发了那个花絮了，当时哭的就是就是丑到不行，丑到爆。小妹啊，有更重要的事。当时很骂我嘛，我说那个导演，我想看回放。我一看，怎么你都可以这么丑？不管不顾了，我当时已经疯了。我说那怎么办？没关系，我相信观众会理解的啊。当一个人很极度痛苦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表情管理了。怕别人把你这个截表情包？我不怕的，对啊，对，就很好玩了。之前会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微信给你发你的表情包吗？会有的。自己会有你的表情包？会有，就是那个尬住了，就是一个脸，他脸还做了一个胖的一个特效。如果一场戏配一段你的 OST， 你会配哪首歌呢？我哭的最惨的一场戏应该是知道我妹身世的一场戏，给了予她很大的希望。当那一刻崩塌的时候，她觉得万念俱灭的那个状态，你就听着那个嚎叫，你荡气回肠，你就会很痛苦。当然自己当爱情保安嘛。但那个不太有爱情。但是我的那首 OST 尾乐还是挺好听的啊，就是你可以放在甜的地方，也可以在两个人可能有误会的时候去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唯愿这人间辗转，半是期盼，半是温暖，才将心事济南，与泪消谈。
隔世又偿还，梦一直平凡。谢谢各位。做自己的爱情保安和为别人护航是怎样不同的体验呢？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其实都相对客观嘛，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剧情。BGM 它还是一个辅助、一个加分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东西嘛。当然是就是希望在人家老师非常精湛表演和非常优秀作品的这个前提下，我去给他加点气氛在里面。所以我一定要了解他要表达的是什么，经常会出现在什么时候。比如说我的这首 OST 出现在他们打斗的过程当中，那我要唱得非常燃。我就要把这个劲儿给到这个地方，是每次有兄弟去世了，这个歌要响起，那一定要有一种不舍，然后那种悲凉感一定得唱出来，又有这种热血和难过的东西在里面。可能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更加了解朱连玉木演了什么和他用在哪个地方，我该怎么唱，这个有一点优势吧。下面也是一个极限2选1啊，在直播的时候被喊老婆和现场被男粉喊老公，哪一刻是崩溃的？老公好吗？都挺崩溃，何必呢？各位老师们，就是下次再有人这么喊，我给你录下来发给你妈。那你看人家孩子在外边干啥事儿来那儿，妈打死你！现场你欲言又止，撤回了什么话呢？不知道，可能就当时意识到就是不能太松弛。这个所有观众朋友们在收看的，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就是稍微它存在这种歧义的这种话，就尽量少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看我今天就很正常说了一句，我告诉人那个露丝，我说别蹲啊，结果就莫名其妙上来一个什么，哎呀，很奇怪。对于评论区喊话，我也想当面喊的网友，你会怎么回应？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但是首先你是你的自由，第二你不能强行让我觉得很舒服、很爽，你要接受它，我没必要。你问我怎么回应，知道了啊，你可以了，你小点声啊，小点声。你一直是腿长得很突出嘛，然后我们3年前就采访你的时候聊过你的腿长是113啊113有2次发育吗？2次发育就还那么高，随着年龄增长不缩已经是不错了啊。今年也大展了一把舞姿嘛，大家夸你散装舞王。哎，就是还是朋友们捧场嘛，因为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哎，宁波跳舞，喜欢看你跳舞，其实就是想看我笑话，对我都是知道的。然后他们也就是想看到我这种好像看起来半身不遂的感觉。当然我也知道他们没有恶意的嘛，就觉得很好玩。但是还是跟大家说，这个我可以去尝试我想去尝试的事儿，但是跳舞这件事儿是我这一辈子，我感觉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无法企及的一个山顶。还有人说就是觉得你跳舞就像我的人生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那就选择一条这个你知道你在忙什么，所以就别跳了吧，对吧？你找一个你干得顺的一件事啊。现在也临近2024年的年尾了嘛，今年有给自己设定的 KPI 都完成了吗？哎，很神奇的是，我今年没有给自己设KPI，我今年是完成去年的 KPI。就是把专辑做完，结果3年前就说，我说啊，你信誓旦旦啊，这个大家好，我是刘宇宁。那有朋友问你这个专辑什么时候完成啊？很快就跟大家见面了。我最近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中。哇，3年前说的这话，就是到今天还没完成。平时会经常画饼吗？我厨师嘛，就是我学厨师的，烙饼这个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发面的、死面都能烙。那你对2025年有什么期许吗？把演唱会顺顺利利开了嘛，然后巡演办成，然后再就是能够接到自己喜欢想拍的角色，我觉得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会许愿多一些爆剧吗？当然，我相信就是每一个演员所期望的，然后也是平台所希望的，希望自己的用心表达的一部作品能够被大家所认可，被更多人看到，所以希望继续努力，有更多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了。春晚时候采访的时候，你说去年自己长大了。是啊，今年有进一步更懂事、更长大吗？我觉得就进入一个循环了，然后现在又变得这个好像又有一点懵懂了，有一点冲动了，包括调侃呐，包括我直播什么的，就好像又恢复了一些，但是还是有所收敛的啊。他有自己的一套成功法则，他可以伤害自己，去不惜一些代价去完成一些他想得到的东西，还是蛮极致的，我是觉得。